我们正经历着各自的人生，也许平凡却很真实。用心听，也许能遇见曾经的自己。18岁那年的夏天，天很蓝，风也好温柔，像是替青春铺了一条无忧无虑的路。许魏哲与林思雨就是在这个时间里相遇的。他来自台北，他住在台中。因为一场全国高中的英语演讲比赛，两人分别代表自己学校参赛。在休息室里，短短的相处却像命中注定一般，开始了远距离的恋爱。每天的简讯，无止境的通话，手写的情书，还有每隔1个月南下与北上的火车。那一年，他们都相信，只要爱得够深，距离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但是世界总是有太多意外。高3那年的冬天，魏哲家中突然发生变故，打破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。父亲经营的公司因为投资失利，负债累累，家里陷入了经济危机。大人们不再谈笑，取而代之的是夜夜的争吵与借贷的奔波。魏哲看着母亲偷偷掉泪，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责任。他开始在便利商店打工，下班跑外送，周末做家教，只为减轻家里的负担。不再有时间打电话，也忘了回思雨的讯息，每天只想着下一笔钱该从哪里来。思雨开始不安，他发了无数封的讯息：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还好吗？我很担心你，我只是想听到你的声音。但魏哲只是看着手机荧幕，紧握着拳头，选择不读不回。他爸一开口就再也撑不住了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给不了他，还不如保持沉默。几个月后，思雨传来了最后一封讯息，只写了一句话：对不起，我累了。魏哲没有回，他知道这句话代表的是结束。转眼10年过去，台北秋风起，魏哲已经是知名的建筑师，事业有成，生活稳定，却一直未婚。他的朋友总是笑他太挑，他只是笑笑不说话。他的抽屉里还留着当年思雨的合照及所有的情书，一张也没丢。某个周末，在校园旁的咖啡馆里，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他依旧纤细，头发长了些，眼神柔和不少。身旁坐一位男子，牵了一个约莫5岁的男孩。他一眼就认出那是思雨。思雨也看见了他，愣了几秒，露出一个微笑。魏哲走过去，两人寒暄，像久违的朋友。思雨问：你好吗？魏哲回：挺好的。看着他的眼睛，却说不出更多话。思雨点点头，看着身旁的孩子，轻声说：这是我儿子乐乐。魏哲微笑着说：你好，乐乐。思雨身边的男人礼貌地握手说道：你好，我是思雨的先生王凯。魏哲礼貌地回应，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意。他们聊了一会，谈到过去，谈到工作，谈到孩子的教育，气氛轻松，但每句之间都掺着曾经没有说出口的遗憾。离开前，思雨轻声地说：谢谢你曾经陪我走过那段日子。魏哲点头：我才应该谢谢你，对不起，那时候我真的没有能力处理一切。思雨轻轻一笑，眼神温柔却坚定地说：我懂，只是那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。思雨转身后，牵着丈夫的手，小男孩在他们中间蹦蹦跳跳，那个画面像一张完整的家庭照，让人安心，也让人心痛。
他坐回咖啡馆的角落，久久没有动作。他知道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，他依旧想念他，但他也清楚这一切再也回不去了。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看到了一种青春期的无力感与成长的代价。韦哲的转变来自于家庭的巨大压力，他在应该无虑的年纪被迫承担过多的责任，导致他无法维持原本单纯的恋爱关系。当年的韦哲，他陷入了自责与无力感，认为自己给不了思雨幸福，因此选择退让与沉默。他的压抑是出于保护，却在情感上造成了疏离。这也反映部分亚洲文化中，男性在家庭压力下往往选择隐忍与自我牺牲，反而无法建立健康的沟通模式。当年的思雨，他最初的等待反映出对爱情的信任，但长期得不到回应，进入了焦虑依附的状态。最终选择结束是出于自我保护，是一种从痛苦中抽离的理智选择。10年后的重逢，韦哲的单身不全然是守候，而是反映出他尚未走出当年的遗憾与自责。心理上，他或许能停留在那个18岁，无法真正接受自己已经错过的事实。思雨的幸福则显示他完成了情感的移情与重建，从过去走向新生活，建立了新的情感连结。所以爱情本身从不缺乏，而是能不能在对的时间以对的方式经营。有时候错过的并不是彼此的感情，而是人生中那段无法承受的时光。这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。静听人生，感谢你今天的陪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